各位好，好久不见了，我是 TNT 的 Jacky。我们今天为各位隆重的来介绍，目前最红的一把狙击枪 SRS。那我们特别为这把枪再去开发制作了它一个 hub 座，它的总成。那我们接下来就为各位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座本体呢都是 CNC 精密加工，然后喷砂阳极红色。它有一个内座本体，还有 CNC 的刻字的调整环。这个上面有数字的哈，在调整的时候比较容易辨别还有它的外座。那还有它的胶皮，我们这一个座它使用的是一个类 VSR 的规格的一个胶皮它含氮醇比较厚实，气密度会比较好那它有附上几条欧环，还有一个复位弹簧还有固定螺丝那最特别的就是我们在下压杆的部分，我们是采一个不锈钢的一个下压杆。那这是一个全世界首创的一个不锈钢的下压杆，它是砍入式的，它不会晃动，前后左右不会晃动，它只能上下跑。它是砍入式的一个不锈钢的压杆，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定点定位的一个下压块，它是一个弧形的下压块，那它有蓝色的70度。还有红色的80度，它也是砍入式，砍到这个下压杆上面，完全平贴在下压杆上方，完全的平贴。那借由这个下压杆的一个定位功能跟压块的定位功能，让我们在下压的时候，它的下压的区域才不会产生前后或是左右的一个偏摆，它是一个非常密合、非常牢靠的一个设计那我们在这个做最主要的呢，是改善了它的一个下压的力矩那我们是把它设计成最长的一个下压的力矩，这是它最长的一个下压的力矩，这个力矩是最长。那相信各位在原厂使用的话，那下压杆只有一半。那我透过一个简单的图解来为各位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设计成这么长的一个下压杆。那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短的下压杆，那我们力量往下压的时候，它的半径它会变成这样的，它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应力，它并不能很直接的去下压。所以我们在把压杆拉到最长的时候，它的半径变大了，我们下压的时候，它这个力量会比较接近于直线下压，会更接近于直线的下压，才不会让各位在下压的时候，那个力量是会往前跑的。那当然，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压杆的一个折角，因为它是不锈钢的一个压杆，所以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折角来产生不同的受力的区块就是说它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设计成这样子，或者是这样子，让它在下压的时候，你的前后的倾角，还有左右的倾角都可以去做变化它这个不锈钢的压杆，因为它是不锈钢的材质，所以各位可以很放心的去玩那我们在这个座的上面呢，它可以发挥出非常多不同的组合，它可以做左右倾角的一个调整，还有前后倾角的一个调整，这个在不管目前为止，只有我们 TNT 这个座，它才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啊，那可以让各位在玩法上面会产生更多的乐趣，或许会蹦出更优秀的成绩，那也不一定啊。那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特性啊，也是我们去改善 SRS 它这个下压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在下压的力矩啊，这个上面我们花了很多的心思去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设计啊。那当然呢，我们在气密的上面，我们是采用含氮醇比较厚实的一个类 VSR 的规格的一个胶皮哦。那我们在设计上面呢，它跟推嘴，因为原厂的推嘴它的直径并不是大于6 mm， 它顶多就是6 mm。那我们在设计这个口的时候，不能太过于紧迫，因为你太过于紧迫的话，我们在闭锁的时候会让胶皮产生转动，那我们的压点就会左右应力不平均，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入口的密合度跟推水的密合度，我们也是抓得非常的刚好，让它转动的时候不至于产生让胶皮去产生一个扭动的情形。哦，那当然在各部分的一个细节上面，我们在尺寸上面也都是非常的严谨，啊，公差值抓到非常的密合，啊，那要组装这个东西呢，我也是非常的简单，我们只需要一个1.5的内六角就可以来组装了。那，我现在就为各位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组装啊，这是我们所用的 S Plus 的一个精密气垫内管啊。那当然你可以用有拱桥的，也可以去使用没有拱桥的，2款内管都可以使用在这一个 hub 座上面啊。这是因为它搭配的是这一种类 VSR 的规格的胶皮，所以有拱桥的跟没有拱桥的都可以使用。好，那我们就简单的来为各位做一个组装。那我们先把胶皮装上去。那当然，因为我们在尺寸的裁寸上面非常的密合，所以我们在胶皮的外部上一点点的细油，稍微把它涂抹均匀，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在调整环的这部分，2条细欧环，先把它套上。这是调整环，这是右手。那我们也有做左手的一个调整环，它这边有一个对准的一个刻度。好，那我们这边上了一个薄薄的油，再把它轻轻的注入，你看它非常的紧迫，但是也不至于很紧。那推到底以后，它旁边刚好就是2个卡槽的一个位置，然后再套入一个比较粗的欧，然后我们再套入这个本体的外座，它会非常准确去对到这个孔位。那我们在内管跟 hub 座的固定上面，我们采4点固定，这边是一个最短的螺丝，这是短螺丝啊，上下左右采4点固定。那左右这2颗因为有锁在卡槽上面，所以左右这2颗螺丝我们只要扣住就可以了，不要去吹紧啊，以免它产生一个变形的状态。好，那我们先把左右前后的一个位置先把它卡住，这个螺丝都比较长一点。有卡到内管就好了，稍微放松，等一下还要去做一个左右的调整。好，这样就可以了，不要吹紧啊，稍微放松。好，让它还可以稍微做调整。然后依照个人的喜好或者是你打的动能高低来搭配你所使用的下压块。这是比较软的，这是70度的，那动能稍微低一点的，我们可以搭配这一个。
我们先把 hop 压量开到0，先开到0，然后前端置入，它会砍住这个下压块，后方会砍住这个沟槽啊。那我们先来调整它有没有在置中啊。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 hop 做的本体上面，我们会刻画一条置中的记号，让各位更容易的去调整压点是不是在 hub 的正中间。好，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好，这样就有了。你抢开吧。怎么转？哦。哦，好来，我们现在调整开 hop。它开到9，它就又会归零。啊，它调整的范围非常的大。还有考虑。好，那我们确认它 hub 的压点有在中间的以后，我们上方这颗螺丝啊，请选择比较短的这个，我们就可以稍微逼紧。下方还有一个，这里我们也可以稍微把它逼紧。这个可以稍微比。上下这2颗螺丝我们稍微可以紧一点啊，它就不会跑了。然后固定好以后，我们这左右这2颗再稍微卡住。这2颗螺丝千万不能用力锁，不然它内管一定会变形啊！千万不可以用力锁啊！我们再把压块放回去。那我们在这边有一个孔，就是我们的压杆的一个复位弹簧啊，它是一条复位弹簧。我们把这条复位弹簧放进这个孔内，它是刚刚好，就是避免我们压杆产生一个虚位的一个状况。啊，有没有？它是一条复位弹簧。啊，那你有这条弹簧以后，你压杆就不会产生一个虚位的一个状况。啊，这样子。啊，那对准那个孔就可以了。好，那再来有一个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设计，我们在后端的这个部分，有设计了一条欧环。为什么要设计这条欧环呢？因为我们在装入内管的时候，要做一个稍微有减震啊，或者是稍微有点退缩的一个功能啊，避免有些外管它的加工方式是不太一样，原厂它有设计不同款的外管。那我们在置入的时候，你看它非常的准确，非常的都不会摇晃。它推到底的时候，它避免它金属跟金属去接触，然后震动直接就传导。那我们中间有一个有透过一个欧环0.2 米的一个退缩区，让它产生一些减震的一个效果，让我们各位在设计的时候，它会更加的稳定。好，那我们现在把它置入以后，上方这个椭圆形的孔，请对准中间这个固定的原厂固定的一个螺丝孔。那我们
可以稍微看一下啊，稍微转动一下，那它就可以再把它固定起来。这样就大概就完成了。好，那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简易的一个气密。因为今天刚好枪的外管比较长，所以我用短的内管来做一个组装测试。好，先做一个组装一个简易的测试。我们模拟它上膛，活塞，这是原厂的活塞，原厂的气缸跟原厂的对，全部都是原厂，并没有去做一个任何处理，然后把它塞住。这气密性非常好，稍后我们会装上枪来为各位来做测试。它的密合度非常的好，而且它不至于太过于紧迫。因为你太过于紧迫，我们在闭锁的时候，它胶皮就会产生扭动，反而会造成一些不稳定的一个因素。啊，那我们现在来为各位来做一个实际装在枪上面的一个气密的一个测试。这是因为今天用的是26寸的一个外管，所以它非常的长。那装的是680的内管，一样把它装上枪上。那装上去非常紧凑，几乎是不摇晃。我们在尺寸的管控上面非常的严谨。那装的时候我们稍微抵住，好，这样就可以了。那内管我用700 ml， 因为我们等一下塞住枪口，它才可以做气密测试。那这是 SRS 的一个铁枪。它装上去也非常的密合。这是 M160的弹簧，你塞住枪口，几分？再一次。完全不会动，它气密性非常的好。啊，可见的，我们在这组的设计上面是用非常多的心思去把它完成。啊，那当然我们在周边上面呢，我们也有推出比较薄的不锈钢压杆，这是0.5 mm。啊，那我们原厂搭配的是0.8，这个是0.5。啊，那可以配合各位打的弹重，啊，或者是你要去做一些折角，啊，都可以去任意的搭配，然后可以发挥出更多不同的乐趣，啊，或许会创造出更多非常惊人的一个成绩，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为各位做介绍的这一组 TNT 所开发制作的一个 SRS 的 Hub 做 Terminator。好，那谢谢各位。